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我们自2年前分享了第一个空气炸锅食谱开始，从家常菜到小零食到甜点，至今我们已经分享了200多个空气炸锅食谱。今天我们从中精选出40个食谱，按照难度分为3个篇章：新手篇、进阶篇、高手篇。看完本期节目，你也可以设计出自己的空气炸锅食谱。强烈建议收藏本期节目，并且分享给家人朋友。我们点个赞吧。在新手篇中，你可以学到这些菜。这些菜都非常的简单和基础，学会之后呢，可以扩展出更多的美味。倒入150克的花生，去皮儿的不去皮儿的都行。打入1颗鸡蛋，去皮儿不去皮儿的都行，直接下手就行了啊！给它搅匀，让这个蛋液尽量的包裹在每一颗花生粒上。1茶匙的代糖，1茶匙辣椒面，1茶匙的盐，2茶匙的 Everything Bagel Seasoning， 以下我们都简称为贝果料，1/2茶匙的孜然面，然后我们给它搅匀。你为什么要放辣椒？这不像孩子气吗？是的，你太懂了，孩子。你是想让我辣吗？我想让你红红火火过大年。放上这么1汤匙的淀粉，这个淀粉要一直放到豆子跟豆子之间粘黏为止，放1汤匙搅一搅。这个花生现在基本上变成1颗1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再上1汤匙的粗粒儿的番薯粉。之所以上这个粗粒儿的呢，它这个烤出来以后外面更酥脆一些，颗粒感更强一些。最后呢，我们再来1汤匙的油，给它搅匀，搅成这样就可以了。倒到空气炸锅。如果你更追求酥脆的感觉呢，可以在上面再喷上1层油。最后呢，我们再给它放2到3茶匙的蜂蜜，尽量的搅拌均匀。同样的温度，我们再给它回炉烤2分钟。大家听听这个酥酥脆脆的，你刚烤完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脆，但是它凉了就特别脆了，别着急。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用料，你想甜一点、咸一点、辣一点，是不是？对，可以随便的去调整，而且安全放心，干净又卫生。对。哦，酥酥脆脆，真好吃。超市里买的这种馄饨皮儿，我是在沃尔玛买的，大家去其他超市也完全可以。我们取1张馄饨皮儿，从中间来1刀，把它叠在一块儿，划3刀，把它划破了。然后我们从中间的这个缝里这么一掏出来，然后一拽就行了。我们打1个鸡蛋，只取蛋黄，把它搅一下，蛋黄液刷在这个蛋散上面，这样呢，一是为了烤出来更美观、更漂亮；第二呢，是它一会儿比较容易沾上这个芝麻。在南方的地区呢，基本上就搅蛋散的比较多，但是在我们北方呢，管这个叫排叉，还有地方管这叫麻叶。然后我们还是撒一些这个贝果调料。准备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了，喷上1层油，排叉放进去。为了让它更酥脆呢，我们在表面再喷上1层油。我们开始吃吧，我也很爱你们。因为这个贝果料里边本身有蒜粉啊、洋葱碎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烤过之后就巨香。越嚼越有那种面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对吧？面香味儿。芝麻真好吃。用传统的那个东西，然后结合现在的这些调料什么的，真的是又方便又简单又健康又卫生。推荐。
其实空气炸锅还可以用来煎蛋，非常的简单，在烤盘里边喷上一点油，用370华氏度，大约是190摄氏度的温度呢，烤大概6到8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根据大家对蛋黄的熟成程度的这个需求来控制时间。这可用锅煎不出来。啊，太香了。哦，这个是我们烤了大概7分钟左右。牛！以后吃煎蛋最佳的烹饪方式是空气炸锅版本。挺好吃的。比如说你去弄一个泡面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空气炸锅几分钟6、7分钟就把煎蛋弄好了，然后你往上面一放，省时省力。烤薯角，我个人认为它比炸薯条还要好吃。将土豆去皮，切成滚刀小块，表面喷油，拌匀，倒入空气炸锅，用空气炸锅的最高温度烤20分钟到2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不好吃，不好吃。好吃。也就是炸花生米，小半碗花生米，倒上点油，拌匀，倒入空气炸锅，用370华氏度，大约相当于188摄氏度烤7分钟就完成了。我们给这个花生米呢撒上一点盐，然后放凉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凉菜来吃，或者是呢，也可以用它来做宫保鸡丁啊什么的。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家常菜。炸豆腐，不要小看这道菜，这道菜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菜，所以一定要学。将老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入空气炸锅，喷油，再以360华氏度，大约是180摄氏度烤15分钟。15分钟后呢，把豆腐翻面，再喷一次油，继续烤15分钟。烤好后取出，蘸上老干妈，就是一道超级好吃的香辣炸豆腐。外皮酥脆，里面又非常的嫩，你喜欢什么放什么。我觉得放老干妈是最省事儿的，涮火锅也可以做炖菜的时候用。这是一个扩展菜。再给大家推荐一道照烧鸡肉串，这个老家特别喜欢吃，我最喜欢吃。先拿来一块鸡腿肉，把它切成2-3厘米见方的鸡块，小葱2根，只要葱白，把它切成段儿，然后呢用签子把它们穿到一起，放入空气炸锅，喷上一点油，用380华氏度，大约190摄氏度烤9分钟。大约1汤匙的照烧酱，再加上1茶匙的蜂蜜，把它调匀。鸡肉串烤好之后呢，我们把刚才调好的酱料抹在鸡肉串上，再用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的温度再烤3分钟，就大功告成了。绝了！我跟你说，外面是有一点那种焦焦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是特别的软嫩多汁，然后配上它这个酱，最牛的是它这葱特别甜，烤完以后里面那个葱的那个汁液，你用牙一咬，那个汁儿就爆开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这个烤肉串会让你充满了幸福感。烤包子甘蓝，将洗干净的包子甘蓝从中间一切2半，然后把梗去掉，放入盆中，简单的调个味道，放1茶匙黑胡椒，1/2茶匙盐和1茶匙的橄榄油，以及1/2茶匙蒜粉，用手抓匀，放入空气炸锅中，用350华氏度，大约是177摄氏度烤8分钟就完成了，就是这么简单。它有一股蒜香味，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放了蒜粉。我大意了啊！好多小伙伴他不知道这种包子甘蓝应该怎么吃，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烤着吃，又简单又好吃，超级推荐。用空气炸锅烤包子甘蓝的时候，一定要让它这个横切面朝上，不然的话，空气炸锅那个风一吹，上面这个菜叶就飘起来了，又容易糊，真的好吃。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吃羽衣甘蓝，觉得它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按照我做的这个方法去处理羽衣甘蓝，我保证你会喜欢上它。没错。先把洗干净的羽衣甘蓝的杆去掉，然后把叶子撕成小块，给它调个味儿，放1茶匙的油，1/4茶匙的盐，1/2茶匙的黑胡椒，用手抓匀，一定要抓匀，反复的揉搓，这样才能入味儿。放入空气炸锅中，以200华氏度，大约93摄氏度烤15分钟即可。这样一道酥酥脆脆、超乎你想象的羽衣甘蓝就做好啦。这个羽衣甘蓝含有丰富的铁和钙，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好多人是没有办法习惯羽衣甘蓝的这个味道。如果你用我的这个方法去把它烤成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吃，这又是一个追剧神器，酥酥脆脆的，非常好吃。吐司烘蛋，
先用勺子将吐司中间按扁，再翻过来，喷一点油，放入空气炸锅，然后打入一个鸡蛋，撒一些起司碎在上面，再撒一些培根碎，用360华氏度，大约180摄氏度烤9分钟就完成了。怎么样？尝尝。哇，这个蛋是硫磺，你看。满足感、幸福感。你懂的。手抓饼拿破仑蛋糕，取一张原味手抓饼，切成长方形，拿一个小叉子在上面插一些小洞，放入空气炸锅，以370华氏度，大约188摄氏度烤10分钟。烤好之后，等它晾凉，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奶油涂抹在上面，再把它们摞在一起，在上面点缀一些草莓和蓝莓，最后再撒上糖粉，就完成了。烤面筋，这第5道菜烤面筋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单独的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简短截说，再来介绍一下。1.5茶匙的盐加上1.5杯的温水，融化后与1杯的面筋粉混合到一起，搅拌均匀就能做成面筋面团。用厨房用纸沾上水盖好，静置半小时到1小时，再把胀大后的面团调整一下形状，切成4毫米左右的片儿，用手抻拉一下，在空气炸锅里喷点油，将抻好的面片依次摆好，再喷点油，然后用400华氏度，也就是200摄氏度烤7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烤好的面筋用手撕成小块，再拌上自己喜欢的酱料和蔬菜呢，就能做出一道好吃的凉菜。以上就是新手篇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它们都非常的简单，说明你已经准备好更进一步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进阶篇中，你可以学到这些菜。这些菜相对来讲要复杂那么一丢丢，从素到荤，从咸到甜。学会之后，空气炸锅在你手上就是神器了。干煸四季豆，1磅的四季豆，放入1/4茶匙的盐，喷上油，放入空气炸锅中，用400华氏度烤14分钟。然后把空气炸锅的架子取出来，直接在空气炸锅里放入2汤匙的培根碎、1茶匙的蒜泥、1茶匙的姜泥、2茶匙的蚝油、2茶匙的花椒油、1茶匙的香油、1茶匙的鸡精，搅拌均匀。同样的温度再烤3分钟就完成了。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次干煸四季豆，真好吃，不用洗，不用水，不用刀，不用锅，不开火。其实准备的时间呢就3、4分钟，然后空气炸锅给它烤个10多分钟就好了。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快手菜，而且非常的好吃，而且特别的健康，诚心的推荐给大家。在不用油的前提下做炸丸子。调猪肉馅的第一步呢，是我们要先做一个葱姜水，先放50毫升的料酒，然后再放3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把它转到杯子里，4颗小青葱切成段儿，2大片姜，我们把它打成葱姜水。准备1斤的猪肉馅，我们把刚才调好的这个葱姜汁儿就可以倒进去了。大家放心，炸出来丸子不会是绿色的啊。如果说刚才我做的这个葱姜汁儿是我炸丸子的第一个绝活，那么我现在要分享第2个绝活，绿豆粉。1斤的肉馅我们就放1/2杯的绿豆粉。之前有小伙伴问过我，你不用油去炸这个丸子，出来会不会特别干？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放的这个绿豆淀粉，你怎么做它都不会干，特别 Q 弹。用其他淀粉代替出来的效果就很差。下面我们给肉馅调一个味儿，然后我就拿出我的第3个绝活，我放的这个就是香菜籽儿打成的粉，大概放1/4茶匙就行。无论你这个猪肉馅有多么大的异味，放进去那个异味就会消失掉，这个香料自己本身的味儿也会消失掉，就是这么神奇。然后我们再放1/4茶匙的甜椒粉，是为了给它上色用的，让它烤出来的丸子又红又好看。再来一点白胡椒，酌情放，1/4茶匙的糖，1/4茶匙的鸡粉，再来一点点盐，1茶匙酱油，1茶匙蚝油，1茶匙香油，1/2茶匙的花椒油。
最后一个小秘诀就是1/2茶匙的泡打粉。加了这个泡打粉之后，这个丸子出来就会更加的 Q 弹。搅匀之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给它腌上30分钟。肉馅已经腌好，我们就开始做丸子啦。保证它每次大小都差不多就可以了。放在手上这样一搓，就如果你搓的时候发现这有点粘手的话，你可以在手上抹一点油。370华氏度，大概188摄氏度，烤15分钟。我又烤了一锅，是刚才第一锅的1半那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出的这个油。我们用空气炸锅来做的这个丸子超级健康，它叫鲜肉锅盔。我们做的这个锅盔呢是不需要和面的，直接在亚洲超市的冷冻区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手抓饼。鲜肉锅盔呢自然少不了肉，我们取大概150克的牛肉馅，然后我们给它调个味儿，料酒、生抽，来一点柠檬汁、香油。蒸鱼豉油、白胡椒粉、五香粉、洋葱粉、鸡精、糖，少许盐，搅匀。切好的葱花放进来，大概就是2到3根的小青葱。喜欢吃葱的朋友们可以多放一点，适当的可以往肉馅里添加一点鸡汤，让这个肉馅稀一点，因为我们做这个鲜肉锅盔的这个馅不需要太稠，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们开始制作锅盔，先往案板上倒一点油。这已经是解冻过的手抓饼，从中间分成2半。我要用2种方法包锅盔。第一种，把它包起来，擀面杖登场。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锅盔呢，又薄又酥又脆。肉馅被挤出来没关系啊，因为本来锅盔就是肉馅就有的是露在外面。还是老样子，我们在空气炸锅里抹一点油或者喷一点油，防止粘黏。把做好的锅盔逐个的放进去。我们用370华氏度，大约188摄氏度烤15分钟，简直就是锅盔本盔。喵！酿甜椒哦，这个强烈推荐大家单独的看一下。常温的猪肉馅里要加入料酒、柠檬汁、蚝油、香油、酱油、糖、鸡精、五香粉、白胡椒、盐、甜椒粉、洋葱碎、花椒油、蒜末、姜末、葱花。拌匀之后呢，打入一个鸡蛋，长甜椒抛开之后，把籽儿取出来，把肉馅填进去，给空气炸锅和甜椒表面都喷上油，350华氏度烤15分钟就做好了。这个甜椒呢，吸收了肉的这个肉香味儿，肉呢又吸收了这个甜椒本身的这个特别香的，就是辣椒烤过之后的产生那种香气。这2种香气互相叠加在一起，再把这个2种的肉汁和甜椒的汁儿拌上米饭。别说了，快去做吧。就是酿秋葵，之所以没有把秋葵跟刚才的4道菜放在一起一锅出，是因为秋葵它烤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呢，是因为我们在馅料方面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秋葵已经洗过了，头切掉，从中间把它切开。你拿一个勺把里边的籽儿挖出来。好了，秋葵籽儿呢已经全部挖出来了，我们再一粒一粒的镶嵌回去。好，并没有。如果你个人呢非常喜欢吃秋葵那种黏黏的口感呢，我就建议你把这个籽儿再放回到馅儿中，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再填回到这个秋葵当中，这样烤出来的秋葵的口感还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又脆又黏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你个人非常讨厌秋葵这种黏黏的口感呢，你就完全可以把它扔掉不要，做出来的这个酿秋葵的效果就特别的爽口。那么我今天做的呢是把秋葵籽儿放回去。下面我们开始往秋葵里填馅儿，这样的话呢，我们能最大的程度保留秋葵原有的这种风味儿。买空气炸锅，好多人问我们怎么选，我们就告诉你选大的，越大越好。我们用380华氏度，大约190摄氏度烤10分钟。
这个酿秋葵是我的原创菜，你不是最后才有原创菜？就是这道也是我的原创菜，我给忘了。刚才呢是连年有余，现在我们是洋洋得意。接下来呢，咱们调个酱料，老抽2茶匙左右，蚝油2茶匙左右，蜂蜜呢也是2茶匙左右，蒜泥1茶匙，孜然2茶匙，盐大约1/4茶匙，辣椒面1/2茶匙，搅拌均匀。我们把羊排放在铝箔纸上，然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抹在这个羊排上。现在羊排呢双面都已经涂上了酱料，我们现在往里边放一点配菜，就是彩椒啊、洋葱啊什么的。现在把铝箔纸给它裹上。好，放到空气炸锅里呢，就可以开始烤了。得给它吃那肥的。我一揭开我就知道，我跟你说。哇，这个颜色好漂亮。不错，太好吃了！哇，直接咬这块。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去，小宝宝这牙口都能吃。真好吃。真好吃！就是这个羊肉就没蟹腰，好吃吧？好吃。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烤素鱼皮。这个小零食呢，也在20个空气炸锅素菜食谱里出现过。人家干脆去看那期得了。细心的你可以仔细看看，今天我做的跟之前做的有哪里不太一样。先打散一个鸡蛋，放一点食盐、海鲜酱，搅匀。先将2张越南米纸浸入水中5秒钟，刷上一层蛋液，再铺上一层海苔，表面喷一层油。给它剪成小块儿，送入空气炸锅，400华氏度烤4分钟。虽然它是素鱼皮，但我确实吃出了鱼皮的味道，尤其是那个口感非常像。好，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这里已经发现了，做法到底哪里不一样呢？以前放芝麻，今天芝麻用完了。没放汁，什么乱七八糟！蜜汁三文鱼，我们先取适量的三文鱼，切成大块，差不多3厘米见方的大块。鱼肉切好了呢，我们就给它调一个味道，生抽大概1汤匙左右，蚝油大概2茶匙，黑胡椒少许，根据你的需要，蜂蜜2茶匙，给它封点油，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加大概2汤匙左右的淀粉，我们把它筛到上面。筛一点拌一点，这样呢防止它结块。拌完了之后再筛，直到把这2勺都筛进去，薄薄的一层糊粘在这个表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三文鱼放到冰箱里边腌那么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走，三文鱼腌的差不多了呢，我们就给这个空气炸锅预热一下，大概是400华氏度，相当于200摄氏度，3分钟就可以了。喷点油。然后把腌好的三文鱼倒下去，用筷子呢尽量把它们分开，然后在表面喷一点油，这样能够让鱼肉更加的酥脆。我们用刚才同样的温度烤7分钟就可以了。哦，忒酥了吧？我觉得吃这个还要配菜的，就是脑子有问题。几分钟后，哎，配这个高丽菜丝儿还挺好吃的。嘿，啊，真香！哎呀，汁水特别的丰富，就腌了10多分钟，已经完全入味了。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说，不需要腌时间太长。因为三文鱼其实比较肥，它烤过之后里边那个油水会出来。成功！那就是酿番茄。
先准备半颗洋葱和2片培根肉。我们先把洋葱切成丝儿，拿出空气炸锅，然后我们把烤架拿出来。如果您的空气炸锅没有这个烤架呢，您就在空气炸锅上铺一层铝箔纸就可以了。我们先把2片培根放到空气炸锅里，用380华氏度，大约190摄氏度先烤10分钟。这时候把洋葱搁进去，利用这个培根的油去烤这个洋葱会更好吃。拿筷子稍微扒拉扒拉，同样的温度再烤5分钟。洋葱的香味儿都出来了。把它晾凉之后，我们就把它切碎。哇，听这声音，把洋葱也要切成碎丁。准备3个洗干净的小甜椒，然后我们把它切成碎丁，然后把它也放到碗里。准备100克的牛肉馅，加入1汤匙的淀粉，再打1个鸡蛋进去，把它搅匀。下面我们给肉馅调个味儿，先放1/4茶匙的黑胡椒，1/4茶匙的盐，1/4茶匙的代糖，大约1茶匙的欧芹粉，大约1茶匙的牛至液，再放大约1茶匙的 chicken base。如果你买不到这种 chicken base 呢，你用鸡精代替也可以。准备5个新鲜的西红柿，拿出1个西红柿，我们把它的屁股这块切一点点，这个是为了一会儿放进空气炸锅，它不会随便的乱倒，这样比较稳。然后呢，这是它的上半部分，稍微切的多一点，就把它当成番茄的那个盖儿的部分。我们拿1个小勺，把这个西红柿里边这些瓤什么把它掏出来。掏这个还是很解压的，真的很解压。掏完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会儿我们把做好的馅儿填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挖出来的这个西红柿瓤，做西红柿汤的时候你把它搁进去，特别有滋味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直接搁点代糖，就拌成一个凉拌的西红柿。填馅儿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把它压实，尽量多填一点。这比包饺子、包包子可省事儿多。前期费功夫。谁让你跟前妻离婚呢？看起来好冷了。好了，搞定了。可以吃了。还不可以啊。空气炸锅里喷点油，把酿好的西红柿放入空气炸锅中，表面再喷点油。然后我们放入空气炸锅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尽量的不要让这个番茄倒了。用360华氏度，大约180摄氏度烤20分钟。火香不香？那你吃不吃西红柿啊 ？No， 我腿挺热的。你刚才吃到了西红柿吗？没有。我刚才给你挖了西红柿，所以西红柿是很好吃的，对不对？酸。酸不酸？酸不酸？骰子牛肉。好，我们先把牛排取出来。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肥边儿给它切掉一些。不过你如果不介意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留着，这个烤出来还是挺香的。跟三文鱼一样，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块，大概2-3厘米见方，差不多一块就这么大。大概2茶匙左右的蚝油，蒜粉1茶匙左右，洋葱粉也给它来个1茶匙左右，牛至液表面撒1层就可以了。甜椒粉 paprika 一般我就是撒这么1层就可以了。有了这个之后呢，它颜色会更好看一点。根据自己的需要撒点黑胡椒，放到这种带自封口的袋子里边。柠檬汁大概几滴就可以啊。给它用点酱油，大概1-2汤匙吧，它揉一揉。最后呢，我们再倒一点油下去，什么油都可以，把口这样封住，按摩一下，基本上揉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再腌个30分钟左右。这次我们多腌一会儿。好，腌的差不多了呢，我们就给空气炸锅预热一下，温度是400华氏度，大概是200摄氏度，预热3分钟就可以了。好，预热时间到了，我们现在把锅打开，喷一点油，把它尽量的还是让它不要粘连。分开之后呢，我们再给它喷点油。我们接下来用400华氏度，大概是200摄氏度，再烤7分钟。哇！
真香哈！真香。还有，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用空气炸锅来做牛排，那这个呢，我个人感觉哇，太好吃了！比牛排还要好吃，因为它切过之后的表面全都产生了这个美拉德反应。这个肥瘦相间的最好吃。别呀，没有。大获成功！下一道酱爆圆白菜。好，酱爆圆白菜也叫手撕包菜，所以呢，第一步我们是手撕包菜，就用手来撕包菜。这个菜咱们用圆白菜，也叫洋白菜都可以。那我个人建议你，如果能买到这种所谓的高丽菜呢，你就用高丽菜，这个菜口感更好一点。相对来讲，这个叶片你看比这个圆白菜呢更薄一点，就更容易出那种效果。好，下一步呢，我们整2颗小葱，把它拍不断吧，我觉得。2根小葱简单切一切就可以了，不用切得太细碎，切成这个葱丁就行了，小丁。把它跟圆白菜拌在一起，准备工作就结束了。好，我们先给空气炸锅喷点油。这个喷油瓶呢是这样的，一次性的铁罐啊，不要再问我要链接了。菜上咱们也喷一点，用手抓一抓。这菜上表面有油呢，就是这个一会儿效果会更好一点。没有喷油瓶呢，你就倒上一点油，然后用手抓一抓就可以了，一样的。温度是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烤6分钟。趁着空气炸锅来炒着这个菜呢，我们现在来调一个酱汁儿。它的灵魂主要就是李锦记甜面酱，2茶匙。海鲜酱呢，1茶匙左右就可以了。再倒1茶匙左右的料酒，再倒1茶匙左右的酱油，尽量的散开。当然，你也可以往里边放一些什么胡椒呀、蒜粉呀，包括你如果能吃辣的话，还可以放一点这种辣酱啊，都可以。这个调料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调整。这个呢是这个酱爆圆白菜的做法。如果是手撕包菜呢，那我们就可以不放酱油啊、甜面酱这些，就是放点盐啊，放点这个红色的干辣椒啊，基本上就是手撕包菜的做法了。调成这个浓稀度就可以了，基本上有点挂勺，但是呢又比较稀，是个液体的状态。6分钟以后呢，这个菜基本上就断生了。我们这时候趁热把这个酱汁儿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呢，像炒菜一样给它拌一下，均匀的拌到这个菜的表面。然后呢，再用同样的温度送回空气炸锅，再来2分钟。酱料呢一定要后放，如果是先放的话，这个菜呢就会因为盐的关系，从蔬菜里边跑出来一些水分，这样这个菜也就汤汤水水的了，而且这个也影响这个最后出来成品的口感。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后放这个酱料。制作小酥肉，今天我们选用的也是肥瘦相间的吧，猪肩肉，这种在沃尔玛之类的大超市都可以非常容易找到。行，先把它从中间一分为2，然后呢，给它差不多1厘米左右，给它切成这种小肉块。这个其实也蛮像这个五花肉的。本来应该切肉条，咱们就今天切成小肉块就行了，做的跟最后出来的成品像鸡米花一样。现在咱们就给它弄一个腌料，2根小葱的葱白。1块姜，2茶匙的花椒，鸡精1茶匙，这个是有咸味的鸡精啊。白胡椒粉1茶匙，鸡汤1/4杯，料酒或者米酒2茶匙，放几滴柠檬汁，上料理机。倒好了之后给它拌一下。嚯，您这好像司机。蜂蜜，差不多1茶匙多一点的样子。来，封点油吧。李锦记花椒油，抓一匀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边腌制半个小时以上。好，肉腌的差不多了呢，我们转到这个盘子里边，加1个蛋黄，抓匀。哎呦！面粉1/4杯。然后再裹上一层地瓜粉，这个有一点干呢，我们也别加水了，加点香油。
空气炸锅预热好了，我们就可以下锅操作。空气炸锅我们用360华氏度，也就是180摄氏度的温度呢，预热了大概3分钟左右。现在我们把刚调好的小酥肉呢转移到这个锅里边。老规矩，我们还是用喷油瓶给它喷点油。大家看到这白色的，其实是它在喷的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并不是油本身的颜色。咱们拌这一盆差不多能烤2锅吧。我们这个空气炸锅大概是7.6升左右。我们把小酥肉放到空气炸锅之后呢，表面再喷点油，这样能够让它形成更酥脆的外壳。我们用刚刚预热好的温度360华氏度，也就是180摄氏度，给它来9分钟。好，9分钟到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补一点油。用400华氏度，也就是200摄氏度，再烤3分钟就可以了。计时已到。酥的感觉。哦，滋滋冒油，你看那油已经出来了，都滴下去了。装盘儿。好吃吗？好吃。空气炸锅炒饼，取一张葱香手抓饼，切丝，培根切片，鸡腿菇切片，红色的柿子椒切片，葱切段，蒜拍碎切成块。拿出2颗鸡蛋，打散，放入空气炸锅，以400华氏度，也就是200摄氏度烤5分钟。5分钟后把鸡蛋倒出，再把其他的食材倒入空气炸锅，喷油，用同样的温度再烤10分钟。烤好后撒一点盐和鸡精，把刚才的鸡蛋倒回锅里，淋一些香油，拌一下就可以出锅啦。看这个饼已经被烤得非常酥脆了。好吃，操作超级简单。还有杏鲍菇，你看烤的，外面都焦了。这个红色的灯笼椒是甜的，再配上培根的鲜，再加上鸡蛋的这个焦，它烤来的那个味儿特别的有蛋香味儿，好吃好吃，超级推荐。空气炸锅炸大虾，走起！好，我们第一步呢是把虾冲洗一下，把壳给它去掉。我们在 Costco 买的这个大虾还是非常的好处理的。这个虾人家基本上都给你把虾线什么都去好了，你稍微把壳一剥就可以直接用了。现在好像还特价，9.9块1磅。把壳剥掉洗净之后呢，我们把它擦干了。这个虾我本来还准备用水淀粉洗一洗，把它表面的那个腥味去掉，但是我一闻呢，这个虾可能是因为特别新鲜，有可能是品种的关系，就是一点儿也没有那个腥味异味，反而是有一种像是被奶油煎过的一种香味，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咱们就跳过这一步，把它擦干了之后，我们用刀切一切。我们尽量要让这虾呢在炸锅里边是平平的躺在里边啊，所以这个虾这个弯子不行，我们要把它正面这样划几刀。这么高科技！3刀之后呢，它就能够让它基本上都平铺着就行了。然后一会儿我们进烤箱烤。在之前呢，我们先搞一个面糊，我们要在面糊里边加一点盐和黑胡椒来调味儿。打2个鸡蛋，倒一点面包糠，先裹上面粉，再蘸一下蛋液，裹上面包糠，抖一抖，放到空气炸锅里边。空气炸锅底下喷好油之后，我们把处理好的虾都摆在上面，然后在上面再喷一层橄榄油。喷下油呢，可以让表面金黄酥脆。我们现在用380华氏度的温度烤它个10分钟。虾肉新鲜的话，肉质特别的扎实。好吃吗？多吃点。麻球牛奶，60克牛奶里我们倒入2茶匙的代糖，搅匀，让这个糖尽量的融化到牛奶里。70克的糯米粉，然后我们把刚才混合好的牛奶分多次倒入这个糯米粉里，现在就可以发挥硅胶铲的作用了。你是卖硅胶铲的吧？这个硅胶铲是宜家买的，1块钱一个。原来你是宜家的代言人。您去1元店也行。原来你还做1元店。现在我们已经把牛奶都
分多次的加进去了。这个整个过程呢，也就是3到4分钟的样子。行，这种光光溜溜的不沾手就可以了。分成8份儿。这硅胶铲真不错，果然你是卖铲子的。搓成一个球，给这个小球蘸点水，然后裹上芝麻，放空气炸锅里。放入空气炸锅之后，我们再给它喷点油。这个是巧克力什么？巧克力，它配就是橄榄呢，里边基本上已经是空心儿的了。这个口感特别像炸汤圆，咬下去之后外边是酥脆的，然后咬到里边软糯的那种口感，所以特别好吃。盐酥鸡肉的。我们做盐酥鸡呢，一般选用的都是鸡腿肉，然后我们现在把鸡腿肉分一下，切成小块儿就可以了。这个肥的呢，我们就把它剔出来，不要了。1/4茶匙的盐，1/2茶匙的糖，1/4茶匙的白胡椒，1/2茶匙的姜泥，1茶匙的蒜泥，1茶匙酱油，1茶匙蚝油，2茶匙蚝油。这是老麦弄的啊，他推我。搅匀之后呢，静置半个小时。如果你没时间呢，可以直接炸也行。这个大概是2个鸡腿的肉，所以我就再往里放半个蛋液就可以了，让它烤出来的这个盐酥鸡更软嫩。做盐酥鸡呢，我们只需要放1种粉，就是粗粒儿的番薯粉，这个在亚洲超市都可以找到。空气炸锅里边也喷上油了，然后接下来呢，要把肉放在空气炸锅里边，然后再烤7分钟。还真没说错。往里边喷点阿波卡多的油。哇，好健康的盐酥鸡啊！已经烤了8分钟了，然后我们这时候加上9层塔，买那种 sweet basil 也行，再喷点油，再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同样的温度再烤2分钟，看看吧。哇，好香啊！对呀9层塔的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我们尝尝盐酥鸡多好吃。太香了。这跟我去那个台湾小餐馆里面吃的那个盐酥鸡基本上是一样的，尤其是配上这个9层塔，一下就激发出盐酥鸡的那个味道来了。这是非常好吃，但是不是那么好吃。你这是夸吗？别听它了，真特别好吃。咱们再来做一个蛋黄酥，先取适量的豆沙压成一个饼，取一个咸蛋黄，用豆沙把蛋黄包起来，搓成一个球备用。把手抓饼卷起来切段，再擀成饼，把做好的蛋黄豆沙球包进去，刷上一层蛋黄液，撒上一层芝麻，用380华氏度大约190摄氏度烤10分钟就可以啦。蜂蜜核桃，先烧一锅热水，水开后放入核桃，加1茶匙的盐，煮3分钟。这一步是为了去掉核桃的苦味儿。把煮好的核桃放在厨房纸巾上，将表面的水沥干，放入空气炸锅中，以350华氏度大约177摄氏度烤9分钟，取出，趁热撒一些蜂蜜和美乃滋，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小吃就做好啦。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吃核桃，这样操作之后呢，就还比较好吃。说出来。太可惜啊！以上就是进阶篇的内容，如果他们也难不倒你，说明你离高手只有1步之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高手篇中，你可以学到这些菜。在你把这些菜都掌握之后，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了空气炸锅的高手，可以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空气炸锅食谱。鱼香肉丝，之前呢我们制作过一期用空气炸锅来制作鱼香肉丝的节目，这次呢我们再做一个更加简单的版本，供大家参考。取100克猪肉切丝，调个底味儿，放入1茶匙的酱油，1茶匙的老抽，1/4茶匙的白胡椒粉，
2茶匙的淀粉抓匀，取半个青椒切丝，50克泡发好的木耳切丝，50克胡萝卜丝，50克笋丝。胡萝卜丝和笋丝都是我们在超市买的切好丝的食材，这样更省事。蘑菇2颗切片。1个小碗放入切好的少许姜丝，1茶匙蒜泥，以及用2根小葱切成的葱花。酱汁的部分我们有2个选择，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个酱汁，配料呢我写在屏幕上供大家参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备用。当然也可以像我们今天这样选择在超市里买现成的鱼香酱，大约放3汤匙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酱汁在甜度和酸度上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再添加1.5茶匙的黑醋和1/2茶匙的代糖。把空气炸锅里的烤架拿出来，然后喷一点油，把猪肉丝放进去，用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烤5分钟，然后再把剩下的食材和调料依次放入空气炸锅内，以同样的温度再烤5分钟就做好了。这个鱼香肉丝里就应该加入笋丝啊，这个味道一下就太好吃了。我吃到了国内饭店的味道，反正我觉得我做的这个比我在美国的中餐馆吃到的鱼香肉丝还要好吃。不对，应该是老蒙做的，但其实就是我做的。我宝贝，我宝贝。鱼香肉丝配香蕉，哎，挺好，还解辣。哎，真的哎，哎，好吃呢。不怕你不爱香蕉吧？好吃，好吃，真是好吃。第3道也是非常家常的家常菜——宫保鸡丁。我们之前用这道菜也拍过一期节目，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版本呢，同样是更加简单的版本。250克鸡腿肉切丁，切好后放入大碗中调个味儿，1茶匙香菜籽粉，1/4茶匙白胡椒粉，1茶匙淀粉，1茶匙酱油，2茶匙花椒油，搅拌均匀。取5根小葱切丁，5到6颗蒜瓣。喜欢吃蒜的小伙伴可以多放几颗，把它们放入一个大碗中，再放入超市里买的商家调好的宫保酱汁3汤匙，也可以自己调酱汁。配料我还是放在屏幕上供大家参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备用。然后在碗中放点红色的干辣椒，把空气炸锅中的烤架取出来，在锅里喷一点油，把腌好的鸡丁放进去，用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烤5分钟。然后把酱汁跟辅料一起放入空气炸锅中，以同样的温度再烤5分钟。烤好后趁热放入 Costco 买的这种烤好的花生米，搅拌一下，一道像模像样的宫保鸡丁就做好了。我们用空气炸锅也可以自己来做这个花生米，用370华氏度大约是188摄氏度的温度呢烤7分钟，基本上这个带皮的花生米就变成熟的花生米了。哇，肉特别的嫩，葱烤完之后是甜的，蒜烤过之后呢也完全没有辛辣的感觉，剩下全是有点像，甚至像土豆一样那种绵软。各位优秀的干饭人一定不能错过这道菜。第4道家常菜是酸辣土豆丝。取2个中号土豆切丝，加入1茶匙的油拌匀，放入空气炸锅，用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烤6分钟。烤好后把空气炸锅的烤架拿出来，然后在空气炸锅里放入1把葱花，少许姜丝，1茶匙蒜泥，1茶匙酱油，1汤匙醋，1/4茶匙盐，1茶匙 chicken base 或者是鸡精，1茶匙海鲜酱，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干辣椒，搅拌均匀，再以同样的温度烤4分钟就做好了。下面我吃一下老蒙做的酸辣土豆丝。靠谱，真的靠谱，非常靠谱。还有一点烤的那个焦焦的那种感觉，外边看上去软塌塌的，但吃起来特别脆，神奇，好吃。你要不要尝尝 ？No， 妈想吃卡的，那卡的这么好尝哦。No， 土豆丝这么好尝 ，Look。腐皮虾卷儿，先准备100克的猪肉馅儿，100克的虾仁儿切碎了。40到50克的蘑菇丁，最好是鲜的香菇，我没有，我就用杏鲍菇代替的。30-40克的马蹄丁，感觉要包饺子吗？哎，差不多。2颗葱，下面给它调个味儿，1茶匙的蚝油，好了，2茶匙的蚝油， 1茶匙的酱油，
1茶匙的蒜泥，1/2茶匙的姜泥，1/2茶匙的香菜籽粉，去腥提鲜的。一般有猪肉馅儿的话，我都会放这个。1/4茶匙的盐，搅匀。来一个鸡蛋，2汤匙的玉米淀粉，搅匀。3鲜丸子确实挺像我姥姥调的那个饺子馅儿。你要觉得稀呢，你就再加一点粉。对，你要是觉得稀，就再调一点粉，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鸡蛋大小不一样，所以它里边的液体就不太一样。可以了，这个腐皮呢是我在超市里买的，它是1大张，咱们回来用剪子给它分一下，分成小片儿就行了。我们蘸点水，最后这样，只要把它卷成个那我觉得用米纸啊，是不是也行？完全没问题。表面再喷上一层油，拿出来看一看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吃吧。吐鲜美。吃这个可以往上撒上一层醋，香醋。你看，就是吃饺子。结果吃到现在，这个是我的最爱。我觉得比饺子好吃的最爱好吃是这外皮儿。烤过的这个豆腐皮儿，它有韧劲儿，它嚼起来特别的香，越嚼越这个豆香味儿。随着你嚼呢，那口感也更加好吃，然后这个味道也更加的鲜，超级推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冷吃鸡翅。那我要给大家做2种口味，一种是麻辣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淡盐花生芝麻口味的，非常的香啊，适合小宝宝吃的。处理鸡翅呢，就是先把它洗干净。如果你刀工还不错，不怕麻烦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鸡翅从中间把它分成2半，这样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但是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这一步可以略过。这是翅中，买翅尖也行，买翅尖就不用分了，省事儿和好吃中间取个中就可以了。有一些东西它确实按着步骤做会非常好吃，但是太麻烦了，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鸡翅这样就处理好了，下面我们再切个葱和姜，切的时候就这样，姜呢就切成大片儿，可以了。先往水里放点料酒，大概1汤匙，姜片搁进去，葱搁进去，鸡翅也搁进去。这一步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给它焯一下，把它的腥味去掉。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凡是贴着骨边的这个肉呢，它虽然非常的好吃，但是一般的话就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腥气。贴着骨头的这个肉，我们要是如果冷吃啊，或者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凉菜去吃的话，尽量的要给它焯一下水，这样可以把它的腥味都去掉。我们把鸡翅冷水下锅，然后煮10分钟。在煮的过程中呢，它会产生浮沫，我们把浮沫撇掉。等煮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让它焖5分钟就可以了。利用这焖了5分钟呢，我们现在把做麻辣鸡翅的这个调料准备好。首先最重要的呢就是这种干辣椒，根据你自己对辣椒的这个敏感度吧，然后你来调整你辣椒放多少。超市里也有卖这种已经斩好段的辣椒，那种更方便。那你怎么没买？我有，我怕我每次拿出这种东西都会有人在底下留言说我买不到怎么办？自己剪，我没有剪刀怎么办？用刀也可以，没有刀怎么办？用牙咬也可以。嫌辣怎么办？漱口，你看我多贴心。 Nice。下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配料，就是这个青花椒。如果你买不到青花椒呢，用普通的花椒也是完全可以的。大概就是1汤匙的青花椒，然后2颗八角、姜片，3到4颗的小青松切成段，然后给它倒点水。刚才所有的调料都浸泡在水里，浸泡那么1到2分钟。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些调料和鸡翅放在空气炸锅里去烤，让它沾一点水呢，就防止它糊。1、2分钟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食材捞出来。我们的鸡翅已经焖好了，下面我们就给它调个味儿。我们分出一半来做麻辣鸡翅，香菜籽粉去腥提鲜，1/2茶匙就可以了。白胡椒粉放1/4茶匙，五香粉1/4茶匙，海鲜酱1茶匙，酱油2汤匙，老抽1汤匙，鸡精1/2茶匙，孜然粒1茶匙。喜欢吃孜然的就再来半勺了。然后我们把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就泡好了的这些搁进去。
有想象力的观众大概这时候已经闻到香味儿了。今天我们不用这个烤架，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哇，好香啊！这个调料的味道，必须必呀！好，把它摊平，把它放入空气炸锅，400华氏度，也就是大约200摄氏度，烤10分钟就可以了。中间呢，记得翻面或者晃一晃。这10分钟呢，我们也不闲着，下面我们再把淡盐花生芝麻酱味儿的也把它做出来。1/4杯的这种烤好的花生，当然你如果能买到花生碎是最好的。鸡翅搁进大盆里，葱姜，刚才捣好的花生，刚才捣好的花生碎，刚刚捣好的花生。这个是 Costco 的网红芝麻酱，我就不多介绍了。2汤匙的芝麻酱，来一点点鸡精，因为是小朋友吃的。1茶匙的这个酱油，根据自己的口味再调整一下盐。如果你觉得不够咸呢，就再点一点；如果你觉得够了，你口比较轻，就可以不用再放盐了。把它拌匀。如果您喜欢吃香菜的话，直接往里面放点切碎的香菜，出来的味道会更好吃。香菜籽儿粉可加可不加啊，因为这个是给小朋友吃的，我怕它味道腥的话，小朋友会不喜欢吃。正好我们麻辣味的也已经烤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骗人，有没有吹牛。真的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现在我们把淡盐花生芝麻酱的也把它烤出来，尽量的摊平，还是400华氏度，大约200摄氏度，烤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吃。这个肉也可好香香，可好香香了。这个肉也可好香香。香。今天我们来做的这个章鱼小丸子呢，它是用土豆泥来代替面糊。先把土豆削皮切块，放入 Instant Pot， 倒入2杯水，高压10分钟。我们用之前给大家介绍压土豆泥的神器，把它压成土豆泥，太爽了！这个过程，取200克土豆泥，大约50-60克的章鱼，我已经给它切成小粒儿了。大约40克的卷心菜丝，往里放点盐，大约1/4茶匙。黑胡椒呢，我就少放一点，因为我们家有小宝宝。蒸鱼豉油1茶匙左右，再放1汤匙的淀粉，揉一揉，捏一捏，搓一搓，让这个淀粉充分的融合在这里面就可以了。空气炸锅里喷油。我们大约给它分成8等份儿，取其中的1份儿。我们把它搓成一个球，搓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手套上喷点油，好，然后我们这么一滚，就等于给它抹油了。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要小猪肉做的。果然是肉食动物。放入空气炸锅。在章鱼小丸子上撒一点这个柴木鱼屑，看见它跳舞了吗？我看见了，厉害不？它确实跳舞了，真的跳舞了，哇，真的。然后我们往上放一点美乃滋酱，再放点大阪烧酱。今天我化的妆好看吗？这是老麦自己化的妆。吃的还小心翼翼。哇，好好吃啊！完美的复刻了章鱼小丸子，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模具。其实我们之前有专门拍过一期章鱼小丸子，如果大家想看当时的老麦是什么样的话，还可以回去再看一遍。蛋糕真好吃，秋天没。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拿它作为追剧小零食，因为它真的热量非常低，就是用了一点土豆泥，然后还有这个章鱼肉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调料。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呢，美乃滋什么都完全可以不用放。完美。不辣。苹果千层派，首先呢，准备20克的燕麦，60克的奶粉，1茶匙代糖，这是1/2茶匙。哦，偷袭我，2个1/2茶匙。1/2茶匙的泡打粉，110克的牛奶，2个母鸡蛋。我们把它搅匀，
这个部分呢是做的这个千层派的那个面糊的部分。苹果千层派自然少不了什么？少不了派。好嘞，这是大约半个苹果，我们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儿就可以了。我们先倒一层面糊在底下，给它垫个底儿，然后我们把苹果依次的摆上去，然后我们再倒一层面糊。把剩下所有的面糊全倒进去，然后我们在表面上再给它撒上一层杏仁片儿。这个杏仁片儿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我以为你的刀工这么好，哎，真的可以切成这样。神经病啊！只要是刀好就行。350华氏度，15分钟。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这一口下去，那口感是非常惊艳的。对，你吃下边这部分是轻乳酪蛋糕的口感，烤过的苹果片，甜中带一点微酸，烤过的杏仁片特别香，从鼻腔里出来，这整个是一个立体的感觉。会做的不如会说吧。老麦对所有的那个蛋糕和甜品都没有兴趣，这个孩子是比较养生的孩子。对，特别养生。你看这个标签，我要减肥。猪肉脯，先取200克的猪肉馅儿，我们先放上一点盐，再来点黑胡椒、代糖、海鲜酱、酱油，以及最重要的鱼露。有了鱼露呢，我们才能做出好吃的猪肉脯。搅拌均匀，然后我们给它腌上1个小时。好，1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肉馅儿已经腌好了。把肉放入一个方形的保鲜袋里，咱们用一个擀面杖把它擀薄，擀到大约3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很轻松地得到了一个方形的肉片。我们把肉片放在铝箔纸上，然后送入空气炸锅。下面我们来调一个蜂蜜水，大约20克的蜂蜜，1茶匙的老抽。这一步是为了给这个猪肉脯上色。肉脯烤好后呢，我们给它2面都刷上我们刚才调好的酱汁儿，然后我们再给它放到空气炸锅里。再次把它放入空气炸锅的时候就不用锡纸了，用同样的温度烤3到5分钟就可以了。烤好后，我们趁热给它撒上一层芝麻，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太好吃了！我们自己在家做的盐味可以自己去调整，所以我们可以做的稍微的淡一点，不像超市里买那么咸。我们自己做的这种非常容易咬，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或者是小朋友，特别棒。并且我们这成本非常的低，我们这一大片的成本，你猜多少钱？5到6毛钱，便宜吧？油条虾，把虾放在水里解冻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对，这个 Costco 的这个虾我是超级推荐，他们家分生的和熟的，熟的可以用来拌沙拉，生的就可以用来做我们今天的这种菜。这是1磅是31到40个，但是它这个呢是去头去尾的，就已经处理好的，还能有这么大，所以其实就是非常大。我这大概是12只，切碎了。你做虾肉丸子呀或什么的，你想说，哎，那反正也要把它切碎了，我就买小虾，大虾、小虾我都用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大虾把它剁碎了，吃起来更好吃一些，更弹牙。切成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切成虾米，它有一点块的这种感觉，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放到碗里，好，接下来我们就处理这个姜，磨姜的神器啊。有好多观众觉得这是肥皂盒，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肥皂盒呢。好，可以了，大概1茶匙吧，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葱，然后这个味道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放一点盐，1/4茶匙，1/4茶匙的鸡精，这个2茶匙的料酒。2茶匙的海鲜酱，1/4茶匙的白胡椒，把它搅匀。我们为了让它更黏糊一点呢，再往里放1汤匙的玉米淀粉。如果您家里没有玉米淀粉，往里放一个鸡蛋也行。
虾肉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把它放在60%已经完成。对，不是80%已经完成了，其实。不介意生吃的朋友已经可以吃了。剩下的我们就开始处理油条，油条部分呢也非常非常简单。这个油条呢，我就是在超市里买的这种冷藏的，如果您能买着现成的，那就更好了。我们把它切成段儿。好，这个油条呢，因为中间都是空心儿的，我们尽量的把这个芯儿再掏的大一点儿。你可以直接戴个手套，然后用手这样去捅，然后也可以拿个筷子这样去捅。我捅这个眼儿，聪明的观众朋友就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对吧？吹一吹，做成熏。哎，对。然后我们要把这虾肉呢塞进去。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把油条从中间这么劈开，直接把这个虾肉填到这里头，把它一扣就行。它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呢后期因为我们要烤它，它容易比方说就掉了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这个方法就100%不会掉，它有点像酿油条，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两种方法你自己衡量。趁妈妈在做饭的时候，让爸爸带着娃去海边。那我们现在先去了，去吧，拜拜。Guten Abend, gute Nacht, mit Rosen bedeckt. 下面呢，我们把已经做好的油条直接搁到空气炸锅里面，我们不需要喷油，也不需要放任何油，因为油条本身是有油的，所以它经过一烤，它油自然就出来了。这样呢，就比饭店里做的要健康很多，因为饭店里做的那个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到油锅里面去炸。好，把它放入空气炸锅，350华氏度，大约177摄氏度烤8分钟。心算中烤8分钟，不是我给忘了。好，8分钟的时间，我们应该去做点什么呢？别，刚才已经去过了，我们没有看日落，我们去看看日落怎么样？不是，我想去游泳，我想弄风筝。哎，日落拿来吧你。 Schlaf nun selig und süß, schau in transparadies. 好了，海视频到此结束，8分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油条也烤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最后一步。哎，现在不可以吃吗？我尝一个。嚯，您这个，行，还差一点，别急。小朋友已经按耐不住了。按照我的标准呢，做成这样就已经完全可以吃了。但是如果您在饭店里吃呢，它会再多加一步，多加这一步呢，就会让整个菜呢又上升一个层次。而且这一步是非常简单的，不加白不加。我们要往里面放菠萝块，这个菠萝块呢，你可以去超市里买新鲜的菠萝自己切，但我觉得太麻烦了，也不符合本视频的宗旨，所以我直接去超市买的这种新鲜的菠萝做成的罐头。菠萝放进去之后，我们再放美乃滋的酱。说好了一步呢，这不是2步吗？2步合成一步走。1步2步。我们可以往里放一点点这个菠萝汁，把它拌匀。噔，色香味俱全的油条虾就做好了。这个酱也好吃，这个酱是咸甜的。你嚼油条虾。谢谢你，你是坑。我是坑爹，好吗？你是导头。 Double kill。 谢谢你们看到这里，我爱你们，别忘了点赞、收藏、分享，拜拜。